好了，各位親友大家好，我們開始今天的分享哈。先分享黄宏燕老師的2個體會哈。他說李老師您好，這幾次課真是太好了，就是講恍惚掉你的那个把自己那个我恍惚掉哈，那个觉性起来了。说跟着你的导引啊，很快进入了恍惚的状態，腿手四肢經絡自然的運行。我呢就像坐在後排座，就像我坐火車坐在車上，車子行走在坑洼的地方晃晃晃這樣是那個我的身體呢自然而然的也跟着一起一伏，但是那個我在後排座。說這種狀態之前也常有啊，今天晚上的鍛鍊狀態我退出來了，就是旁觀者靜靜的看着。可現在的幾次課鍛鍊過程中，身體時不時有像不倒翁一樣似睡非睡的一激靈，腦子一空，真不知道自己是在哪兒，是這種情況怎麼對待。然後呢，其實我也沒有回答他，我就說你再繼續聽課，自己鍛鍊，可能就能自己找到答案了哈。然後呢，後面又第二天哈又來了黃老師又來了一個信息哈，說李老師您好，說昨天您的一語提醒啊，下午一有空，說我就堅持學習和鍛鍊了3個小時，感覺特別不一樣。今天晚上學習鍛鍊這新的這一刻，恍惚狀態越來越明顯了。我退出來了，讓呼吸自由的進出，也不干涉頭腦，頭腦恍恍惚惚的狀態特別美好，四肢乃至五臟六腑啊，氣血更加通暢，頭腦真正得到了滋養。說感謝您昨天的一語提醒，真的是要多練習、多鍛鍊、多體會。說真正的功夫啊，是在踏踏實實的鍛鍊中形成的，來不得半點虛假，這樣才能夠服務於工作和生活。說今天上午啊，我全部都是課，因為他本身是學校的老師哈。課間時間呢還要開會，但一點都不覺得累，把愛帶進工作中，把學生看成活生生的一個個能量，反而是在工作中練功呢。這個高級的心法真的太好了，太妙了，就是恍惚哈。你看，我們平常這個恍，我們在強調這恍惚，大家注意，不是迷糊，說恍恍惚惚、迷迷糊糊那不是這樣，就頭腦恍惚，頭腦讓出去了，那個覺性在哪兒啊？內在那一點靈知靈覺，就讓你身體穩穩當當的在着待着，不是說恍惚迷糊了就摔倒了就睡着了，它不是這個意思。而且你看黃老師他講的很好，就當你真正進入了這種狀態，不用頭腦了，反而頭腦得到了滋養。說怎麼去養神呢？養這個腦啊，腦為元神之府，你要養好這個腦就能去養這個神。怎麼去養這個腦？你就不用它，平常工作中生活中總是用它，真的我不用它，就像退休了一樣，我們講那個休眠，你不用它了，它反而能得到什麼更好的滋養。不單單頭腦得到更好的滋養，整個身體整個五臟六腑也得到更好的滋養。所以這個真的需要大家去認真去體會。而且你看有時候我們在鍛鍊的時候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有問題怎麼辦啊？鍛鍊中有的問題，我再繼續練着練着，可能這問題得到解決了。不要有問題就光去想，有時候想不來答案。鍛鍊中有的問題，我再繼續練，可能自然而然那個問題就那個結果答案就出來了。就好像很多次上課的時候也是這樣，上課之前有不少同學帶了很多問題要問，結果練着問題就沒有了。所以很多問題是在實踐中自己去解決的啊。好的，我們今天再講一個話題，這個話題大家可能就聽得很多了哈，就是我們現在夏練3伏嘛，天氣很熱，平常有句話叫心靜自然涼。那心靜自然涼這句話，大家好像每個人都知道這個話哈，但是你是不是能做到，那就不一定了。而且心靜自然涼啊，它不是一句安慰，說安慰你心靜自然涼，不是安慰，而是什麼？是真正的功夫。你心不靜的時候，你說你喝那個冰水你也煩躁的話，你心靜了，熱浪裡也有清風。怎麼靜？這個安靜的方法太多了。我們今天再次強調鍛鍊這個什麼，就是我們應該是840課吧，講的那個好像是就斷開那個鏈接。平常那個我在上面抓的眼耳鼻舌身意和整個外面就連接着。你和外面連接，天氣那麼熱那麼燥，你就和那個燥熱就連接着了，那就斷開這個連接。
就我的精气神不在外面，砰，全回来了。你一断開鏈接，被抓住的那些東西一鬆開了，那個我鬆開了，咚，精氣神就回來了。那個聚精會神呢，它是一個很自然的事兒，不是说你需要我使勁去聚精会神。回来了，你全部精神一回到身體裡面，就好像你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那是一種特殊的感觉。那这种感觉其實在生活中很多人都有，比方說很亂的環境下，你在專心讀書，那個專心讀書的人就好像他處在那個空間和那個亂的環境是不一樣的，周圍很亂，他那塊就很安靜，他就好像和周圍亂的空間不在一個空間裡，不在一個維度裡。這是生活中很多人都會有過的這樣的經歷。那你精神就回到身體裡面，進入另外一個空間，什麼空間呀？哎呀，你會體會到那真是精氣神獨立或者精神獨立的一個清靜的空間。怎麼就涼了？你精神到裡面了，你自然感覺到，哎呦，那是一種很清爽的、清靜的、清靜、乾淨的靜、清靜、安靜的靜，都是那種感覺。真的，那時候你會有一種與世隔絕的感覺。我講過很多次這與世隔絕的感覺。你小孩讀書也是一樣，你看小說看得特別入神，別的小孩在那鬧，他在那就跟周圍沒有關，與世隔絕的那種感覺。這不是形容，真的不是形容，它是一種真實的感受和功夫。而在這個時候，你體會到什麼？就好像外面有聲音啊，你也知道，比方說那聲音就在周圍，可是它好像離你很遠。就外面的熱浪呢，也悄然而退，就好像外面周圍很多事兒都離你很遠一樣，就在世界和你之間，就隔着那一個有質感的靜，就有一個東西很有質感的存在，我就把它叫有質感的靜，就好像世界和你之間隔着這個東西一樣。而其實本身它就不是隔，你就是那個有質感的靜。所以我就說，你得到這個靜，你就進入了清涼的世界。當然它不單純是就清涼，我們講這個熱天哈，就是心理自然來講，你得了這個靜，就真的你就進入什麼呢？和平常不一樣的那個世界。大家注意哈，倒不是說另外一個世界你進去了哈，那平常是亂的，你的頭腦也是亂的，想問題也是沒有頭緒的。你進入那個世界之後，思慮就很清晰了。說定靜啊，靜定而生智慧嘛，你變得就不一樣了。平常亂哄做什麼事兒沒有什麼頭緒，亂哄哄的不知道該怎麼辦，六神無主的樣子，一下又沉靜下來了。那生活中不也是這樣嗎？有的人遇到事兒要亂了，有的人很穩穩當當，就好像他們在不同的世界裡一樣。我說清楚意思沒有？就一斷進入那種狀態，你得靜就進入清涼的世界。當然了，很多人可能你一下子做不到，那我就說，如果你不能立刻像那種斷了鏈條一樣進入那種聚精會神的狀態，你不能當下就把那個我讓出去，那怎麼辦呢？就從讓呼吸開始，站着也好，坐着也好，就你不要刻意的控制呼吸，只是看着它，或者是覺知它，吸氣知道在吸，呼氣知道在呼。你不評價呼吸的長短，你也不去干涉呼吸的深淺，你不用管它。大家注意，你不用管它，自己就會做。但往往我們很多人就覺得，我不管它能行嗎？我不調它能深嗎？我不調它能細嗎？真的不用管，可以試一試。你不用管說，它自己就會深，自己就會細，而且自己得到的那種狀態，比你控制那個跟你控制的是不一樣的。所以說你不要評價呼吸的長短，你也不要控制呼吸的深淺，你就這麼看着坐着，心自然就涼了。就你發現啊，熱還是那個熱，但你不那麼煩了。注意，這個煩惱不是來自熱，而是來自你對熱的對抗、抗拒或者要控制。
為什麼你不控制呼吸都不控制？你把控制那個心放掉，連呼吸都不控制，這個熱我也不去控制它。所以根本上講還是修那顆心。也就是说，当你接納热了，热它就只是热，不再是你心里的火。那一热，哎呀，一烦，那热就不单纯是热了，那个热引起了你心里的火。而现在，热就只是热，它跟我心里的火没關係。當你真的這樣去做，你就會很驚訝的發現，身體真的涼快了。不是因為外面溫度變了，而是因為你心不再去對抗那熱。那你不對抗也其實也就接納了它，也就轉化了熱。所以這個清涼啊，它不在別的地方，真的就在你的轉念之間。大的轉念，整個念就精氣神回來了，聚精會神。你看精氣神回來也可以說是叫什麼？回心轉意。你心回來了，意回來，回到身體裡面叫回心轉意了，轉大的念了。再一個具體感受的這個，不跟他對抗，我接納他，就只是一種感受，我感受到它而已。好吧，那我們現在起來再練哈。好，放鬆啊，安靜。安靜，腳分開，正後八字。手慢慢上抬。身體微下蹲。這麼往下一蹲，那個精氣神咚，全部收了回來。你立刻進入狀態，聚精會神，你全部的精神通通就回來了，精氣神。頭腦恍惚了，關上了門，就打開了窗，打開了內在那個世界的窗，關上了外面的那個熱鬧的門，打開了清淨的窗。覺知呼吸，沒有一絲一毫的神氣，
是向外的。你離開了那個思考的世界，進入了那個清靜的覺知的空間，保持覺知，保持觉知，保持心息相依。保持这個心息相依，保持覺知，可以用着眼觀鼻，鼻觀口，口觀心，心照不宣，那個覺照的感覺。也可以保持那個聽息的狀態，聽心息相依，聽去和呼吸相依，那個覺知和呼吸啊，用那個聽覺安靜。每當有念頭來了，就用聽或者覺照回歸到覺知上，從那個思考的空間復歸覺知的空間，安靜。
靜，安靜，百会上領，身體慢慢直起，腳慢慢合攏，手緩緩下落，安靜，两手分開，敞開心胸，張開懷抱，手向上拉起，安靜，氣平，肩平，到頭頂上方，安靜，慢慢下落，手巾面，
胸腹小腹富貴嬰兒兩手扶於足面，向上提，向上提，向上提，轉掌，頸椎的後側向上，向上，指命門點按，手向前，到肚臍，點按，手分開，注意手下頦，頭後仰，下頦上翹，向前，向下，向內，向上，放鬆，頭後仰，下頦上翹，向前，向下，向內安靜，腿放鬆，全身鬆，向上，向上爬，
放鬆，放鬆，上翹，下颌向前，向下，向內，明心向上，慢慢的拔起來，頭中正，安靜，兩臂阴掌側起，沒有肌肉的勁兒，好像抬起的不是胳膊，而是安靜。成一字，完全色相，展開，向鬆，完全色相，注意沒有頭腦，是身體自己動。展開，向鬆，完全色相。
看像素两笔慢慢下落，重叠在肚脐上，静養。静坐靜養。
無論站、動還是坐，就那個精气神呢，始終都在身體裡面，都是内守的，不亂的，它也就是清淨的。大家安靜的坐一会兒啊，出汗的話消消汗。锻煉的時候是這樣，就是不锻煉了，睁開眼睛做事儿了，就那顆心，那個精氣神好像還安安穩穩的，就在丹田裡，就那個心在肚子裡那種感覺，穩穩當當的，遇到什麼事兒，無論天熱也好，什麼也好，那都穩穩當當的。好了，我們集体锻炼就練到这兒，大家愿意做的再做一会儿。